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文雄。我先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哦，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哦？就是觉得我们这只手机好像在偷听我们讲话，是不是常常有这种毛毛的经验？比如说，你下午才在家里跟太太抱怨说：“哎呦，最近这个腰啊，坐久了就特别酸，感觉很不舒服。”结果你晚上躺在床上滑手机，奇怪了，怎么手机就一直跳出那个按摩椅，还有什么电动按摩靠垫的广告，一个接一个，好像知道你腰酸一样。还有哦，更悬的。上个礼拜跟几个老朋友吃饭，大家就在饭桌上开开心心的聊，说我们过年要不要组一团去日本北海道玩，看看雪，泡泡温泉。就只是在饭桌上用嘴巴讲哦，手机都放在口袋里，根本没拿出来查。结果你回到家，一打开手机，不管是脸书还是什么新闻 App， 就开始推荐北海道的旅游行程、特价机票，还有温泉饭店的介绍。哇，你心里是不是会咦一声，觉得说这手机是会读心术哦？怎么我们心里想什么，嘴巴聊什么，它统统都知道？很多人跟我反映说有这种经验，心里都毛毛的，觉得很不安，好像身边多了一个看不见的眼睛在盯着我们。你是不是也有过一模一样的感觉？如果有的话，你今天这支影片就绝对要把它完完整整的看完。大家好，我是文雄。退休前我当了一辈子的医生，看的是人身上的病痛。我看过各式各样的病人，知道哪些习惯会伤身体，哪些东西要忌口。但是退休后啊，我开始花很多时间研究这些新科技，我才很惊讶地发现，现在这个时代，不只是我们的身体会生病，我们每天拿在手上的这只智慧型手机也会让我们生病。而且它让我们生的是一种我们自己都没发现的隐私病。今天文雄医师不看诊，但我想要用过去看诊的耐心，带大家来为自己的手机做一次最彻底、最根本的健康总检查。刚刚我们讲的那些感觉手机在偷听、会读心术的状况，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那真的不是你的错觉，也不是什么天大的巧合。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说穿了，答案非常的简单，就2个字：赚钱。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赚钱？谁赚钱？怎么赚钱？手机不是我都已经花钱买断了吗？ App 下载也很多都免费啊，他们要赚什么钱？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在这个网络时代，有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东西你用起来是免费的，那很有可能你才是那个被卖掉的商品。你听我慢慢解释哦。不管是制造手机的大公司，还是开发那些 App 的小公司，他们都需要赚钱才能活下去嘛。他们发现，现代人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你口袋里的现金，而是你的资料。你的兴趣、你的习惯、你的需求，这些资讯对于那些想要卖东西给你的广告商来说，简直就是黄金。那他们是怎么收集到我们这些资料的呢？他们就在我们每一只手机里面都偷偷放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广告 ID。广告 ID 这是什么东西？听起来很复杂。来，你不用懂那些技术名词，我用一个我们这个年纪最懂的比喻来跟你解释，你一听就明白了。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去菜市场买菜，那个很熟的猪肉摊老板？你一走到摊子前面，他马上就笑着跟你打招呼：“陈大哥今天来啦，今天这块梅花肉很漂亮哦，你儿子最喜欢吃的，要不要切一块？”或者你去买菜，那个老板娘远远看到你就跟你说：“李大姐，你上次说要找嫩一点的空心菜，今天刚到哦，我帮你留了一把。”你是不是觉得很亲切？感觉这个老板很懂你？为什么？因为他跟你做生意做久了，他有人脑的记忆，他记得你的习惯，你家人的喜好，这是一种有人情味的生意方式。后来进步一点了，我们去超市、去百货公司，他们就给你一张会员卡，说消费可以累积点数。
这张会员卡其实就是一个记录工具，你什么时候来，买了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他们电脑里面都一清二楚，所以他们才知道要寄什么样的折扣券给你，推荐你可能会喜欢的商品，这就是用电脑在做记录。好，现在你再回来想我们的手机，手机里那个广告 ID， 你就把它想象成一张超级会员卡。这张卡不是只有你去猪肉摊它才记录，不是只有你去百货公司它才记录，这张超级会员卡是24小时全年无休，你手机开着它就在记录，你用手机查了什么东西它记录下来，你去过什么地方它记录下来，你跟谁传了讯息，聊了什么话题，他分析记录下来。你看哪一类的文章，哪一种影片比较久，他也记录下来。你几点睡觉，几点起床，他通通都记录下来。他比那个菜市场的老板娘厉害10000倍，他比你太太，比你先生，甚至比你自己都还要了解你。然后这些手机公司和 App 公司就把这张超级会员卡上面记录的满满的关于你的所有秘密，打包起来卖给全世界的广告公司。所以广告公司就能非常准确地知道，哦，这个手机的主人最近在烦恼腰酸背痛啊。于是他们就把按摩椅的广告大量的投放到你的手机上。他们也知道，哦，这个手机的主人最近想去北海道玩，于是日本旅游的广告就铺天盖地而来。这就是读心术背后的真相，根本没有什么神奇的魔法，就只是一场你情我愿，是你完全不知情的商业交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当成了商品，我们的隐私就是他们赚钱的工具。你可能会想说，不就是一些广告而已嘛，虽然有点烦，但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太小看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了。广告骚扰只是最轻微的症状而已。你想想看，现在的诈骗集团有多厉害？他们想尽办法要骗我们的钱。如果今天不是广告公司，而是这些诈骗集团，这些坏人透过骇客的技术拿到了你这些详细的资料呢？他们会知道你的名字、你的电话、你的兴趣、你的朋友是谁，你最近在担心什么健康问题，你甚至可能拍了身份证、健保卡的照片存在手机里，他们也一清二楚。那他们要编一个故事来骗你，是不是就变得非常非常容易？他可以假冒成你的亲戚，假冒成政府官员，讲出一些只有你才知道的事情，你是不是就很容易相信他，然后就把钱汇出去了？尤其是我们这些长辈朋友，手机买来常常就是店员怎么设定，我们就怎么用，从来没有去改过那些小小的设定。这等于是什么？这等于是我们在数位世界里裸奔啊！我们的大门是敞开的，欢迎任何人进来看看我们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风险实在是太高了。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开始有点担心了？先不要怕，不要怕。今天文雄就是要来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些问题听起来很可怕，但好消息是，要把它们关掉，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不需要懂什么复杂的技术，也不用下载什么奇怪的 APP， 只要在我们手机原本就有的设定里面，动动手指，花个大概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些一直在出卖我们隐私的后门，一个一个的永久的把它关上。接下来我就要一步一步非常详细的教大家一套完整的手机隐私防火墙7大招。这7个步骤就像是我们在帮手机打预防针一样，打完之后，你的手机就对大部分的隐私病毒免疫了。你一定要跟着我一步一步的操作。
如果觉得我讲太快，你可以先把影片暂停，做完一个步骤再继续播放，好不好？来，我们准备开始了。这7招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第1招，这一招叫做擒贼先擒王。我们要先把那个罪魁祸首，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数位身份证，那张超级会员卡，也就是广告 ID， 把它彻底的废掉。你只要完成了这第1招，我跟你保证，80%以上那种读心术的广告都会立刻消失，因为广告商找不到你的身份证号码了，他就不知道要把广告寄给谁了，对不对？所以这一步是所有步骤里面最关键的。现在手机主要分2大系统，一个是苹果的 iPhone， 一个是其他牌子，像是三星、OPPO、小米等等，他们用的都是 Google 的安卓系统。我2个系统都会教，你可以看你的手机是哪一种，跟着做就好。好，我们先来讲大部分人用的，也就是安卓手机。来，请你现在拿起你的安卓手机，跟着我一步一步来。我会讲得很慢，你不用急。第1步，我们要先找到手机的设定，这个设定很重要哦，它是我们手机的大脑。来，我们在手机的桌面上滑一下，找到那个长得像一个齿轮的图案，通常它下面会写着设定2个字，找到了吗？找到了吼。好，我们现在用手指轻轻地点一下这个齿轮，把它点进去。点进去之后，你会看到很多的选项，你不要慌，我们不用全部都懂。你用手指在萤幕上轻轻地往上滑，慢慢地滑，去找一个选项叫做 Google， 就是 Google Google。通常它前面会有一个彩色的 G 的图案，你慢慢找，一定可以找到。找到了吗？好，找到了之后，一样用手指点一下这个 Google。进到 Google 的页面之后，你会看到你的名字和 email， 在你的名字下面会有一个蓝色的按钮，上面写着管理您的 Google 账户。看到这个蓝色的按钮了吗？好，我们勇敢地把它点下去。点进去之后，上面会有一排可以左右滑动的选项，像是首页、个人资讯等等。我们用手指在这一排上面从右边往左边滑，找到一个叫做资料和隐私权的选项。资料的料，隐私的私，权利的权，找到了吗？好，我们点一下资料和隐私权。进来之后，一样，我们再用手指慢慢地往上滑，滑过一大堆东西，直到你看到一个区块，它的标题叫做我的广告中心。看到这5个字了吗？我的广告中心。太好了，我们快要成功了。请你点一下这个我的广告中心。点进去之后，你可能会看到它介绍这是什么东西，你不用管它。在页面的最上面，你会看到一个选项叫做个人化广告，它的旁边会有一个开关，而且很可能是开着的，是蓝色的，这就是元凶。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开关给它关掉。你用手指点一下那个蓝色的开关，它会跳出一个视窗，问你是不是确定要关闭。你不要犹豫，就点右下角的关闭。好，你看到那个开关变成灰色了，就代表你成功了第1步。但是还没完哦，我们还要斩草除根。我们现在按手机下面的返回键，一步一步的回到刚刚那个有 Google 选项的页面，就是我们第2步进来的那个页面。回到这个 Google 页面之后，这次我们不要点管理您的 Google 账户了。我们在下面一点的地方找到一个只有2个字的选项，叫做广告，广播的广，告诉的告，看到了吗？好，点进去这个广告。进去之后，你会看到2个很重要的选项，第一个叫做重设广告 ID， 第2个叫做删除广告 ID。我们要做的就是先点重设广告 ID， 它会问你确不确定，你就按确定。这就像是我们先换一张新的身份证，然后最重要的一步来了，我们要点第2个选项，叫做删除广告 ID。你勇敢地点下去，它一样会问你确不确定，你就坚定地按下删除广告 ID。
好，当你做完这个步骤，我真的要恭喜你，你已经把你手机里的这张数位身份证彻底的销毁了，你已经完成了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步。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用苹果 iPhone 的朋友该怎么做。苹果的步骤比较简单一点。来，用 iPhone 的朋友一样，第一步，我们先在桌面上找到那个灰色的设定齿轮图案，把它点进去。点进去之后，我们用手指往上滑，慢慢滑，去找一个选项，叫做隐私权与安全性。隐私的私，权利的权，安全的安，全体的全。找到了吗？它前面通常是一个蓝色手掌的图案。好，点进去。进到隐私权与安全性之后，我们在上面一点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个选项，叫做追踪，追逐的追，踪迹的踪。点进去这个追踪，进去之后，你会看到最上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开关，叫做允许 APP 请求追踪。你的很可能现在是开着的，是绿色的，这就是我们要关掉的东西。你用手指把它点一下，让它变成灰色。这样一来，那些 APP 就不能再随便问你要不要追踪你了。我们从源头就把它堵住了。好，关掉之后，我们按左上角返回，回到隐私权与安全性那一页。这次我们再往上滑一点，找到一个选项叫做 Apple 广告，苹果的 Apple， 广告的告。看到了吗？好，点进去。进去之后，你会看到一个开关，叫做个人化广告。一样，如果它是绿色的，就代表它是开着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毫不犹豫的把它点一下，让它变成灰色，把它关掉。好了，就这么简单。使用 iPhone 的朋友，当你做完这2个步骤，你也一样成功的废掉了你手机上的数位身份证。恭喜你！不管你是用安卓还是苹果，当你完成了上面这第一招之后，你的手机隐私安全等级已经瞬间提升了80%，你真的可以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掌声。但是事情还没完，除了这个最大的后门之外，我们手机里还有一些小小的缝隙，我们也要把它们一个一个补起来，做到滴水不漏。接下来的几招虽然没有第一招这么关键，但其中有一招，它的危险性甚至比广告 ID 还要可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最爱用的功能——拍照。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拍照很安全啊，我拍的都是我家里的花、公园的风景、孙子的可爱照片，这会有什么危险？各位，魔鬼就藏在细节里。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智慧型手机，在你按下拍照键的那一瞬间，它除了记录下你拍的画面之外，它还会偷偷的、自动的把你拍照那个地点的 GPS 坐标，也就是经纬度，像一串密码一样写进这张照片的档案里面。这个资料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你把照片传给朋友，他也只看得到画面。但是只要是有心人或者懂一点点电脑技术的坏人，他拿到你这张照片，就可以用很简单的软体把这串 GPS 密码读出来。读出来之后有多可怕？我来跟你讲一个真实的场景，你听完就知道严重性了。你想象一下，今天天气很好，你在家里的阳台看到你辛辛苦苦种的那藤兰花，哇，开得特别漂亮，你心里好开心，就拿起手机对着这盆兰花拍了一张特写，连花瓣上面的露珠都拍得清清楚楚。你觉得好美，就顺手把这张照片传到你 LINE 的家族群组，或是分享到脸书上，跟亲朋好友分享你种花的喜悦。这一切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正常，非常的温馨？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可能在某个阴暗的角落，有一个坏人，他看到了你分享的这张照片。他不需要认识你，他只要把这张照片存到他的电脑里，然后他打开一个软体，把照片放进去，按几个键，啪，一串数字就跑出来了。这串数字就是你家阳台的 GPS 坐标。
他再把这串数字复制贴上到 Google 地图上一查，地图上马上就会用一个红词的标记，精准地标出你家的位置。台北市 XX 路 XX 巷 XX 号 X 楼，清清楚楚，一丝不差。各位，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只因为你分享了一张你心爱的兰花照片，他就知道了你家的详细地址，他知道了你住在哪里，他就可以在附近观察你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家，家里是不是只有老人家在。这背后的风险，我不用多说，大家都能想到有多可怕。特别是家里有小孩、有孙子孙女的，我们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的隐私防火墙第2招和第3招，就是要彻底解决这个照片泄露地址的问题。第2招，关掉传送诊断资料，别让手机再打小报告。在处理照片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设定。我们的手机都会预设把我们的使用状况、一些数据当机记录自动传回给原厂，他们称之为传送诊安与使用状况资料，说是为了改善产品。这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但这其实就像是我们请了一个书童，他每天都在记录我们的一举一动，然后定期回去跟主人报告。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报告了些什么。为了保护隐私，这种不必要的资料回传，我们一律把它关掉。这个设定很简单，安卓手机的朋友一样到设定里面的 Google， 右上角有3个点，点进去选使用状况与诊断资讯，然后把它关掉。苹果 iPhone 的朋友到设定里的隐私权与安全性，滑到最下面，找到分析与改进功能，进去之后把分享 iPhone 分析这个开关关掉。好，做完这个，我们就正式来处理照片的问题。第3招，关掉相机的定位功能，预防未来，并清除旧照片的位置资讯，补救过去。我们要双管齐下。首先，我们要让手机以后拍照不要再自动加入位置资讯了，这个是预防未来。安卓手机，请打开你的相机 APP， 然后在相机的设定里面去找一个叫做位置标签或储存地理位置之类的选项，把它关掉。每一家安卓手机的相机设定位置不太一样，你可能要稍微找一下。iPhone 就比较统一，请到手机的设定、隐私权与安全性、定位服务。进去之后，找到相机这个 APP， 点进去，把它改成永不。这样，你以后用 iPhone 拍照就绝对不会再有位置资讯了。做完预防，我们还要补救过去。我们手机相簿里面可能已经有成千上万张带着地址资讯的照片了，怎么办？一张一张删掉位置资讯太麻烦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当你要把照片传给别人的时候，记得用 Line 或脸书 Messenger 这类的通讯软体传，因为这些软体在你传送照片的时候，通常会为了节省流量，自动把照片压缩。这个压缩的过程就会顺便把 GPS 资讯拿掉，所以尽量不要用分享原始档案的功能，就比较安全。第4招，彻底删除证件照片，记得要去垃圾桶清空。这一点我要特别大声地提醒大家，很多人为了方便，会把身份证、健保卡、驾照，甚至存折封面拍下来，存在手机相簿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习惯。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全家的保险箱钥匙放在一个谁都可以路过拿走的门口地垫下面。如果手机不见了，或是账号被盗了，坏人拿到这些证件照片，他可以去做的事情太多了。他可以拿去冒名申请贷款、开立账户、申办手机门号，后果不可思想。所以，请你现在立刻马上检查你的手机相簿，只要是跟个人证件有关的照片，请你立刻把它删除。而且删除还不够哦，现在的手机相簿都有一个像电脑资源回收桶一样的功能，你删掉的照片会先跑到一个叫做最近删除或垃圾桶的相簿里，通常会保留30天。你必须要到这个最近删除的相簿里面，再把它做一次永久删除，这样才算是真正的把它从你手机上彻底粉碎掉。这个步骤拜托大家一定要做。第5招，隐藏萤幕锁定时的通知内容，保护场面上的隐私。
我们常常把手机放在桌上，有时候LINE传来一个讯息，手机荧幕一亮，讯息的内容就直接显示在上面了。如果旁边刚好有同事、朋友，甚至是不认识的人，他一提头就把你的对话内容看光光了。有时候可能是一些比较私密的对话，或是在谈论别人的事情，这样被看到其实是很尴尬，也很不安全的。所以我们要设定，让手机在锁定的时候只显示有讯息传来，但不要显示讯息的内容，这样既不会错过通知，也能保护隐私。这个设定路径是设定、通知，然后在里面找到相关选项，设定为锁定萤幕时隐藏通知内容。安卓和苹果的设定名称可能略有不同，但都在通知这个大选项里面，大家可以找一下。第6招，定期检查 App 选项，别让手电筒 APP 读您的联络人。我们下载 APP 的时候，它常常会跳出来问说，本 APP 要求授权读取您的相簿，要求授权使用您的麦克风，要求授权读取您的联络人清单。我们常常为了方便，想都没想就一直按同意，结果就造成了很多奇怪的状况。比如说，你下载一个只是用来照明的手电筒 APP， 它为什么需要读取你的联络人清单？这完全不合理嘛！它要你的联络人资料，很可能就是要拿去卖钱的。还有很多修图软体，它为什么需要知道你的 GPS 位置？这也说不通。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大概每隔几个月就去手机的设定里面找到应用程式管理或是 App 的选项，一个一个点进去检查，看看我们到底开放了哪些权限给它。只要你觉得这个权限跟这个 App 的功能无关，看起来不合理的，就勇敢的把它关掉。大部分 APP 在你关掉不合理的权限后，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第7招，设定 Google 活动记录，3个月后自动删除，定期清理数位足迹。只要你用的是安卓手机，或是你有在使用 Gmail、Google 地图这些服务，那 Google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了解你的公司。你查过的每一个字，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看过的每一部 YouTube 影片，它都有一个叫做我的活动的地方，帮你记得清清楚楚，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些记录虽然有时候很方便，可以帮我们找到以前查过的东西，但反过来说，这也像是一个超级详细的个人档案，如果外泄了，后果也很严重。所以我们要设定让 Google 定期失忆。这个设定的路径跟我们第1招很像，一样到设定 Google， 管理您的 Google 账户、资料和隐私权，然后在里面找到网络与应用程式活动，点进去，在里面你就可以找到一个选项，设定让这些活动在3个月后自动删除。为什么是3个月？因为3个月内的记录可能对我们还有用，超过3个月的大部分也用不到了，删掉就可以大大降低我们的隐私风险。好了，以上就是我们的手机隐私防火墙7大招，从斩断货源的广告 ID 到保护人身安全的3招，照片、证件、锁定画面，再到最后的清理工作3招， APP 权限、Google 记录、诊断资料。当你一步一步跟着我把这7个设定都完成之后，你的手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属于你自己。它不再是一个24小时监控你、出卖你的间谍，而是一个真正能让你安心使用、保护你的工具。我们活在这个科技时代，我们享受科技带来的方便，但我们绝对不能因此就放弃了保护自己的权利。记住这句话，我们要努力做科技的主人，而不是被数据绑架的奴隶。今天讲的内容比较多，我最后再帮大家复习2个最重要，今天回家一定要立刻检查的重点。第1，手机里的身份证、健保卡、驾照、存折照片一定要彻底删除，记得要去垃圾桶或最近删除里面再把它清空一次。第2， Google 的活动记录一定要去设定3个月后自动删除，让你的数位足迹可以定期的干干净净的被清理掉。最后，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今天你学会了这些保护自己的方法，我希望你也能够成为你家庭的数位守护者。
花一点点时间，帮你的太太、你的先生，甚至是你的孩子、你的孙子，检查一下他们的手机设定。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没有警觉心。保护自己，也要保护我们所爱的人。如果你已经完成设定，或者下定决心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手机隐私，请在下方的留言区郑重地写下“我要保护隐私”，让我们一起为自己的数位安全加油打气。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请一定要按一个赞，并且把它分享给您所有关心的人。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像这样实用的生活资讯。最后提醒您，像这种说实话的影片，随时都可能被下架，所以看完记得先下载保存起来。我是文雄，我们下期再见。